注意看，一头大象陷入废井中，奄奄一息。村民用了几个方法都无法解救，眼看解救无望，大象放弃了挣扎，双目中含着泪水，似乎已经认命了。就在刚刚，牧羊的村民听见远处有异响，走近了一看，才发现废弃的水井中居然有一头大象。大象全身陷入水井，只剩下头部和鼻子冒出水面，模样已经奄奄一息，看样子已经被困在这里几天了。村民着急，立即通知救援人员。热心的村民和工作人员很快赶到。聪明的大象知道有人来救它了，激动地摆动身子。浑浊的污水被荡出浪花，却导致身体越陷越深，以防大象被污水完全淹没。大家着急地安抚它，终于使大象安静了下来。大家就开始商量解救方案。他们观察了这口废井的大小，判断水井深度，再判断大象的身形，心里盘算着在废井一侧凿出一个缺口，没准大象就可以自己上岸。说着就很快行动起来。救援人工选择一侧较为平缓的坡面，凿开一个缺口，并撬开一些泥土，为大象扩大了一些活动空间。然而这个方法没什么作用，整个身体都陷入废井的大象根本无法动弹，更不用说能够自己走出来了。一计不行，大家再生一计，他们在岸边搭建木桩，这是要做什么呢？他们估计这头大象有3吨以上，几个人想将它搬上岸边是无法做到的，于是想到了杠杠原理，利用木桩的长度将大象撬动上岸。几个人分工合作，从屁股位置撬动，这个方法也不行，很快被否决了。又有人提出，不如大家一起出力，将大象拉上来吧，这个方法倒是可以试一试。他们找来2个废弃的车轮，又找来水管粗的麻绳，麻绳捆绑在车轮上，随后放入废井中，一端套牢大象，然后用力的拉扯，还是无法撼动分毫，这个方法也被否决了。想要搬动3吨的大象，估计只有大家伙才行。很快有人提出了一个妙招，不如用挖掘机吧，直接将水井挖开，大象不就可以上岸了吗？挖掘机很快到来，直接挖开水井一侧的泥土，试图挖出一条小路，方便大象走出来。开挖了10分钟，一条小道很快被挖开，满满的污水也因为空间的扩大肆意，大象露出了更多的身体，不再被淹没在污水中。然而大象被困的时间很长了，已经没什么力气，靠自己的能力不可能走出来的。大家又将麻绳套在大象身上，挖掘机继续挖出一条小路，村民则一边拉扯大象。俗话说众人拾柴火焰高，他们终于将大象拽动了一些，大象的头部也调转了过来。大家继续努力，大象也拼命的挣扎，越来越多的人加入，但还是无法拉动。没办法，挖掘机继续作业，尽量挖出更多的泥土，为大象扩大空间。此时大家再次拉动绳子，卖力的将大象拖拽起来，成功了，大象站起来了，人们四处散开。此时又做了一个怪异的事情，人们忽然放了鞭炮，扔在大象的四周。原来并不是为了伤害大象，而是刺激大象，让它有更多的力气走出来。这个方法确实有效，在鞭炮的声响中，大象摇摇晃晃站起来，挖掘机也一边帮它清理废井中的污泥。大家继续采用绳子，让大象的头部调转过来。最终在大家的努力下，大象终于爬出来了。这是一次集体救援大象的活动，他们拯救了大象的生命，挽救了这个濒临灭绝的物种。